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， 欢迎回来。今天视频呢，包包合集的最后一个部分。今天的包包呢，包括 Dior、Gucci、Goyard、Celine 和 Marni。Goyard 包包我最爱用的就是这个叫 Art Horse， 它这个 tote 跟 Goyard 最有名的 St. Louis tote 不太一样的，就是它有拉链的设计。尺寸呢是介于 St. Louis 大号和小号之间的，肩带呢比 St. Louis 也会长一些，所以单肩背是比较舒适的。它的设计很简，打开之后就是一个大口袋，后面是有一个内袋的。它里面的内衬呢是帆布，这个帆布呢确实会比较容易脏，用的时候需要小心。外面呢是Goyard特有的帆布，脚呢是这种皮质包边的。这个 tote 是我最经常使用的 work tote， 因为它的拉链设计可以封口，所以东西不会掉出来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真的是非常的轻便。第三呢，就是它比较耐用。你看它的帆布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划痕，这个包我用了1年多了，真是太频繁了。边角的划痕还是非常明显的，特别是像这个边角磨损非常严重。但是呢，我去问过Goyard，他们可以换这个肩带或者是下面的配皮，所以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款包还是比较值得购入的。我特别喜欢的是它这个明黄色的颜色，这样一个大包，一般人可能都会选择比较安全的中性色，但是我就是特别喜欢黄色，所以入手的这个黄色，入手之后真的是回头率100%，而且背上身之后，这个黄色让我的心情瞬间变好，强烈推荐。第二款要推荐的就是 Goyard 的这个 Reversible Anjou Tote， 之所以叫 Reversible， 就是因为它的 lining 是这种皮质的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反过来背。但是呢，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 Goyard 的花纹，所以一般都是像这样正常背的。Anjou Tote 跟我的黄色的包比起来呢，会更大一些，给大家比较一下。它其实是跟 St. Louis 的尺寸是一样的，相当于 St. Louis 的大号吧。它的肩带会短很多，但是背上去呢没有不舒服的情况。它呢是非常轻便耐用，而且可以折叠的，不像刚刚这个黄色 tote， 它是有一定 structure 的包包。这个呢是你旅行带很多东西的时候特别合适。当你不用的时候，把它这样叠起来放到箱子里，其实是不占空间的。里面是带一个这样的内袋的，所以你可以把一些卡片或者现金放在这个小内袋里。总之，Goyard tote 我是非常喜欢的。它的价位确实不低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耐用程度和Goyard服务呢还是非常好的，可以用很多年。第三个Goyard的包包就是这个 Mini Saigon。Mini Saigon 包包是属于Goyard的爆款包包之一了。在专柜经常断货，很多时候你是需要预定几个月才能拿到包包的。但这个包包我非常幸运的 walk in 就买到了。这个包包给大家看看结构吧，它是这种巨木的手柄，所以其实还是很轻巧的。包身呢是黑色的皮质跟黑色的Goyard帆布拼接。打开之后呢，里边是黄色的皮质内衬，这个是它的肩带。这个包包最让我惊奇的一点就是它的自重和容量，别看它非常小巧，但是特别能装，它甚至比我的香奈儿大 mini rectangular mini 还要能装，而且它自重真的是完全感觉不到。它配了一个这样的长肩带，你可以穿过这2个金属环，然后背。但是我个人觉得好像手拎会比较可爱，因为它自重很轻嘛，手拎也不会有什么压力。那这个包包呢，因为我刚买不久，还没有背太多次，那我会再背过一段时间给大家更新我的使用报告。但是目前来讲，我是很喜欢它的。好了，下面来说 Gucci 吧。首先要介绍的是 Gucci 的这个大型的腰包。那腰包的风潮最近都吹得很盛，这个 Gucci 的腰包是我大概1年多前买的吧。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评测视频。那到现在为止，也是我最爱用的包款之一。那原因呢？第一就是它的设计非常的酷，别看它有这样 Gucci logo， 还有字体的设计，但实际上其实蛮百搭的。只要你不搭配非常正式的服装，这个包都可以胜任。第二个优点就是它特别能装。打开这个拉链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帆布的口袋，里面是没有任何内袋的。
它还有一个优点呢，就是这种宽肩带的设计，背上去是对肩膀毫无压力的。它的皮质是黑色牛皮，也非常的耐磨。总的来说，就是一个 carefree hands free， 非常特别的包款。第二个要介绍的包款呢是 Gucci Marmont 小腰包。那这个小腰包我之前也做过评测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这个小腰包呢，买到之后就非常喜欢，所以入手了2个颜色，一个是黑色，还有一个是红色，足见我对它的喜爱程度了。那它的设计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一个椭圆形的腰包，上面有一个拉链，打开之后是那种绒布的内衬，里面有一个小口袋，后面设计是这样的，配了一根腰带。这个腰包呢，比我之前介绍的香奈儿的腰包容量要大一些。我一般是用它装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，比如说手机、零钱和卡片，然后把其他东西装到一个大包，跟大包配合使用的。总的来说，超级喜欢它，用它的次数也非常多。那这2个颜色呢，我也是会视我的心情或当天的服装来去做搭配。下面一个包是迪奥的 Book Tote。那 Book Tote 也是近年来迪奥比较火爆的包款之一了。我入手了2个花色，第一个花色呢是迪奥最经典的老花图案。那我这个是蓝色的老花，前面有 Christian Dior 的刺绣字样，后面的设计是这样，你也可以把你的名字或者你自己喜欢的字母，印到这上面。那它的设计是超级简单，就是有一个长长的手柄，然后打开呢是没有任何分隔的。这个手柄呢是比较适合手拎，放到手腕这里。如果你的手臂比较细的话，或者是你穿的衣服不是很臃肿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放到肩这里作为肩背包。迪奥这个 Book Tote 的形状跟我上一期介绍的 LV On The Go Tote 是很相像的。那有几点区别，第一个就是它没有内衬，所以你使用的时候要比较小心，防止它弄脏。第二个区别呢，就是它是可以折叠的，看像这样折叠起来是这种扁扁的。那当你旅行的时候，如果想带着它出去，其实是比较方便的。它不仅可以这样折叠，你还可以把它的手柄像这样折下来，放到箱子里边，不占任何空间。当你想用的时候，把它拿出来，它也不会变形。这个迪奥 Book Tote 我买的就是它的 regular 尺寸的。那我的身高是165厘米，我会放几张我在 Instagram 上面 po 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。好了，下一个包也是来自迪奥的 Book Tote， 那这就是他们限量的花色了。我非常非常喜欢它这个粉色跟军绿色拼接的这种款式，然后它的这个印花也非常的特别。迪奥老花那款是属于常见的款式，可能现在都有流于接包的趋势了。但是这款包你走出去基本上是不会撞包的。别看它这么花哨的设计，但其实搭衣服相当的好搭。你看，像我今天穿的这种灰色中性色系，还有一些比如说粉色啊、浅绿色呀、这样低饱和度的颜色配合在一起，都相当的出彩。那如果大家想看迪奥 Book Tote 和 LV On The Go 的详细视频或者他们的对比视频的话，欢迎你在下面留言，我会争取拍给大家看的。下面一个包款是来自 Celine 的 Nano Belt Bag。那 Celine 自从换了设计师之后，它的风格就大变，但是呢，还是有几款经典包款保留了下来。比如说这款 Nano Belt Bag， 我最喜欢就是它的颜色，它是那种很柔美的粉紫色，稍微带有一点点灰色调，所以呢，在搭配上会更加的百搭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的结构吧。它就上面有一个手柄，开合是有磁铁开合的，中间有一个拉链，打开之后呢，里边是麂皮的内衬，它的皮质是有纹路的牛皮，这个皮质就比较耐磨。后面呢配了一根长长的肩带，这个肩带是可以斜挎或者是单肩背的，这个肩带也是可以取掉的。Celine 的包包呢，一般来说自重会比较重，但是这款包因为它尺寸比较小，所以是比较轻巧的，无论是你手拎还是肩背都没有任何压力。最后一个包包呢是来自 Marni 的 Mini Trunk Bag。Marni 的包包最具辨识度的就是它的 Trunk Bag。我这一款呢是它最小的一个尺寸 mini 款的。说它是 mini， 真的是 mini， 装的东西真的是少。给大家看一下结构吧。这里有个按钮，打开之后呢是有3个隔层的，中间还有一个带拉链的口袋。正是因为它有这3个壳层，所以它这个包包的容量还是蛮小的，基本上装不了什么东西。后边的设计呢是这样的，这里有一个口袋，它的肩带的设计是很特别的，它全是这种扣子形状的，所以你可以把它打开，
装上这个延长的肩带，就变成了一个斜挎包，或者是把它的肩带调短，就变成了一个手拎包，或者是单肩背包。所以它的风格的可塑性还是蛮强的，因为你有各种不同的背法。它的颜色也非常漂亮，它是这种乳白色配蓝色的包边，肩带和侧面的设计是深棕色。这样的配色其实非常特别，非常复古啊，搭配很多的衣服都是不会受限制的。好了，这就是我包包合集的最后一部分。如果你想看香奈儿、LV 和爱马仕包包合集的话，欢迎你去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。那如果大家想看进一步的评测或者对比视频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，会将我能找到的相同或者类似包款的信息放到视频下方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我希望你会喜欢这个视频。如果你喜欢它的话，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